新王突然发动攻势，楚风这边的高手也是立刻做出反应。率先出手的是灵神一族，哗啦啦，虚空震荡，无数道结界锁链宛如巨龙一般，携带破空之音，向新王冲击而去。这是灵神一族布置的防御大阵第二重，但不只是结界阵法，雷霆与浪潮将天际分割，携手向新王冲击而去，其中蕴含4到3品的天神气息，是黄甫天族族长黄甫战天以及小鱼儿的父母。虽说后面3位真实修为都没有达到3品天神，但却天赋异禀，在施展血脉之力后，修为都可达到3品天神。可在他们发动攻势的同时，在新王所在的天际同样虚空震荡，蕴含密密麻麻红色光点的暗黑色的气焰，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冲天起，转眼之间便与那雷霆浪潮对轰在了一处。是新王出手了，而新王释放的黑色气焰十分诡异，发出无数道刺耳且诡异的叫声。原来那里面红色的光点竟是一双双眼睛，是一只只巨大的蚂蚁，但它们并非实体，也是气焰所化，与那黑色气焰本就是一体。那蚂蚁虽是气焰，可却具有极强的攻击性，竟将4位天神联手的攻势反压了下去。与此同时，在灵神一族催动下，众人所在的战船向后退去，远离战圈。天神的交手威势太强，尽管黄甫战天等4人已是有意控制涟漪的肆虐，可只是余力已是将这方天地搅动得天翻地覆。好在有灵神一族的守护阵法，不然这里大多数人都承受不住这几位天神的交手。楚风大人，情况不妙。可很快，神会便紧张地看向楚风。他虽2品天龙界灵师，可布阵却能释放出3品天龙的力量，因此对于战况他看得更加清楚。小鱼儿父母能在天神境提升2品修为，天赋战力自然不用多言。而黄甫天族族长与黄甫战天，则是有黄甫天族大军的血脉加持，战力比之小鱼儿父母更是略胜一筹。这4位的战力在天神境都算是强的，可眼下4人联手，再加上他们灵神一族的阵法辅佐，竟被新王压制。虽然交战刚刚开始，但这4位天神已是手段尽出，可新王却从容不迫，看似还有保留，这让神会意识到大事不妙。继续下去，这4人必败无疑。要离开吗？神会看楚风的同时，拿出了一张符纸，那是催动传送大阵的符纸。来此之前，神会几乎在所有人身上都留下了印记，只要催动符纸，所有人都会被传送离开此地。神会，你看情况定。楚风对神会道：明白。神会点头应下。唰！可就在此时，整片天地变得阴暗，新王释放的黑色气焰竟化作无数道巨大的尖刺，快速的蔓延开来。那尖刺蕴含毁般的力量，连空间都被刺穿，4位天神的手段更是无法阻挡，就连灵神一族的结界锁链也被粉碎，最后一层防御大阵也是被瞬间破除。而那不像武技，不像秘技，更像是来自血脉的力量，那是新王独有的手段。楚风大人，必须走了。神会此话说完，便打算燃烧那张符纸，带着所有人逃离此地，不必浪费这个手段。可就在此刻，新王的声音却随之响起，同时那恐怖的黑色气焰竟回到其体内，一同消失的还有他那恐怖的威压。这让神会有些迟疑，不明白新王何意，但那句话明显是对他说的。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神会依旧将符纸紧紧握在手中。蚂蚁小子，你停手是什么意思？黄甫战天手握神兵，眼中很是不甘。若非黄甫天族族长阻拦，他还要继续出手。他不甘心，已经使尽全力，却无法在这位身上讨到好处，这让他的天才之名黯然失色。最主要的是，新王那傲慢的态度让他极为不爽。新王则不理黄甫战天，而是看向楚风，刚刚开玩笑的。话到此处，新王面色凝重，以极其认真的口吻道：楚风，你若认我是朋友，那我便认你是朋友。闻言，楚风淡淡一笑，我就知道你信得过。何以如此笃定？新王问。之前我们合作结束，大可直接分道扬镳，你却说欠我个人情，我便知道你这个人可交。楚风道：你怎就知道我说的不是场面话？新王问。我们可是接触过的，我知道你的性格
不是那种说场面话的人。楚风道：接触那么短，就能确定我的性格？新王又问：人靠不靠谱，从来都不是相处够不够久，而是真的发生事情时靠不靠得住。我们之前合作，将彼此性命都交出去了，最容易看出人品。楚风道：似乎有道理。新王的脸上也少见的露出笑容。所以还打不打？皇甫战天问。新王看向皇甫战天：我若认真，你没机会。笑话，你就知道我认真了。皇甫战天依然不服，可新王却转而看向楚风：你们来这里是为了此地的传承吗？我可以让给你们，但这里的传承可不好开启。你有把握开启吗？楚风问。我当然有。新王道：若是你有把握开启，那其实就是帮了我的忙。随后楚风将七星连珠的事情告知了新王。行，这件事我帮了，不过不算还你人情，因为这是小事一桩，比不上你的救命之恩。新王道。闻言楚风也是笑了笑。可就在此刻，宋允却忽然开口：这传承我想要。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到了宋允的身上，包括新王，尤其是皇甫圣宇等人，对于宋允的话是十分不解。他们都看出这里的传承很凶险，换做他们避之不及。现在有新王主动开启此地传承，本是好事，这宋允怎么还往上冲呢？相比于他人，新王只是扫了一眼宋允，便转而看向楚风：这位是朋友。楚风道。闻言新王才正视宋允：你怕死吗？谁不怕死？宋允道：此地传承倒是可以共享，但寻常之辈可接不住，若接不住是会死的。新王道：那接得住不就不会死？宋允笑道：你很自信。新王有些意外，他从宋允这抹笑容中意识到这个女子并不简单，毕竟谁都看出这里的传承不好接，甚至许多人都不敢踏入这里。但宋允却全然不同，他的那份松弛不像是装的。我是要陪着我楚风哥哥站在修武之巅的，这区区传承的自信自然要有。宋允道：区区传承，话可不要说得太满，这里的传承还真没那么简单。新王道。而就在此刻，楚风则是开口：你们两个可以不要争这一个吗？后面还有2颗星辰，按照目前所经历的来判断，后面的开启难度应该更大，那传承也许更强，所以你们其实没必要抢这里的。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需要将7颗星辰全部破解。我相信你们的能力，但你们2个都来开启此地传承，那后面2颗我也只能开启1颗，有1颗便没了合适人选。楚风说道。楚风，这里的传承与我很适配，若是你想要，我甚至可以全部让给你，但你若不要，而是你朋友想要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也可以让他与我共享，但我肯定不会放弃。实话与你说了吧，自从我进入太古坟冢，就有一股力量召唤我，不是我恰巧寻到这里的，而是这里召唤我而来，这传承就是为我准备的。新王道。楚风看向宋允，既然新王是被召唤而来，那楚风倒是希望宋允可以选择下1颗星辰。可楚风目光刚刚投来，宋允便笑眯眯的道：楚风哥哥，我也是被召唤来的吗？只不过我急着寻你，便先去找你了。你也是？新王目露诧异。是，不然我为何要与你抢？宋允说完又看向楚风：楚风哥哥，我知道我们需要开启7颗星辰，但这召唤让我觉得我必须得到此地的传承，否则我会后悔。宋允道：姑娘，不能以大局为重吗？若是不能破局，我们都要死在这里，你得到传承也没用啊。皇甫战天说道：我楚风哥哥会有办法的，对吧？宋允笑眯眯的看着楚风：我有什么办法？我若有办法就不会劝你们了。楚风很是无奈：抱歉了，楚风哥哥，我是不会放弃此地传承的。宋允虽面带歉意，但却依旧退步的打算。闻言，楚风看向新王：确定你们2个能够一起接受传承，不会伤害彼此？是可以一起接受传承的，但此地传承很危险。当然，这里危险的不是我，而是这传承本身。若他没有说谎，真的是被召唤而来，那他应该能承受。新王看向宋允，那个目光反而希望宋允与他一同开启了。其实他不太相信宋允的话，觉得宋允是在说谎。若真是说谎，
他很希望宋允为此付出代价。行，那你们便一同开启吧。楚风道。虽然他是真的希望这两位分出一个人去开启下一颗星辰，但他也不能保证下一颗星辰这两位就一定可以开启成功。若是失败呢？况且楚风是不喜欢强人所难，违背他人意愿。就算第6颗星辰没有合适人选，那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于是众人便一同来到了那传承之地。这传承之地与之前的不同，之前的墓碑直接破解即可，但这里的墓碑像是建筑，两座墓碑虽不相连，但却相邻，而其中一座墓碑是有大门的。眼下需要开启的其实不是传承，而是这座大门。这里的开启方法分为2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谁来都行，主要是看悟性，领悟到了便可开启。我已经领悟的差不多，可以直接开启。话罢，星王便将掌心放在那大门之上，刹那间整片天地都为之颤动，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那道大门内有奇异的力量正在扩散。时间并未持续太久，那道大门上面便出现了无数符咒纹路，随之那道大门开启，一道幽暗的长廊符而出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光柱自大地深处冲天起，随之那原本空空荡荡的墓碑上面便出现了文字。带着大门的墓碑上面玉魔天尊之墓，另外一道墓碑则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字，九童魔焰之墓。这是2座墓吗？皇甫战天问道。星王没理皇甫战天，但却看向楚风。这里是玉魔天尊之墓，也是玉魔天尊留下的传承。至于那九童魔焰，我刚刚倒是未曾感受到任何关于他的信息。我猜测应该是玉魔天尊的伙伴，或者是所养之物，因为关系好，便与他一同埋葬在了此地。他怕楚风也好奇，贴心的为楚风讲述他所知晓的。随后星王又看向宋宇，现在便是第2个阶段，需要踏入其中，但只要踏入便没有回头路了，只可成功不可失败，失败的代价便是死亡。你现在若是放弃还来得及，若是害怕你倒是可以放弃。宋允话罢，对楚风露出灿烂笑容。楚风哥哥，在这等我。随后宋允背着小手，迈着蝴蝶般的步伐，蹦蹦跳跳地进入了那幽暗的长廊之中。哪怕此刻他依旧十分松弛。见状，星王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，便也踏入其中。